来，我们再来一个啊！上会火就会火，会火的朋友们大家好。然后你先说，我是陈潇，我是罗云熙。好，来好，3、2、1，上会火就会火，会火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潇。来，再来一个，我们要保证100%的完美。来，3、2、1。上会火就会火，会火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程潇，我是罗云熙，你们好。晚睡，戴帽子，自拍。你问快一点，螺蛳粉。螺蛳粉。手游。仅3天。一顿睡饱觉。10年后。辣条。拉普。rap 还是 dance？ 啊 dance。饭量。感性。日久生情。被动。哭泣。5句。罗老师，你2句。还有一点。我输了，我输得很透彻。就我这个反应确实没跟上，你知道吗？只有2个选项，还要2选1。哦，这个。好，没有做到要怎么样？也不会怎么样。在这部剧合作之前，2个人认识吗？不认识。这时候默契都挺好的。真的不认识啊，这不用想啊。对，那第一次听到对方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对，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你先说。我看过罗老师的剧。我最开始就是知道有一个特别漂亮的练习生小姐姐陈潇嘛，然后当时特别火。那和对方是怎么搭档的时候第一反应？就很好呀，你知道吗？我一直觉得陈潇小姐姐是一个建模脸，然后一直觉得她就特别好看，然后我就还蛮期待的。刚说建模脸这件事情，就是有网友就说你们俩都是那个范思脸，你们懂什么意思吗？知道。你们觉得对方像哪一个人物？动漫人物的话，哎，你其实可以去试一试那个朽木露琪亚，你知不知道是谁？啊，对，死神里边的女主，她的头发可能有这么长，然后也很飒，也很帅，然后就也很漂亮。但我可能没看过那么多日本动漫。但是我觉得哈，但是我有一张印象特别深的图片，是那种在网上爆火，就是一张罗老师戴眼镜然后银发的照片。哦，我知道。大家都看过吧？最近还有罗老师的粉丝说，希望罗老师的眼镜能半永久。半永久。没事，其实什么意见？就是我觉得，这部戏应该会满足大家这个小小的心愿吧，因为确实厉泽良，基本上都戴着眼镜。对，觉得罗老师不一样的感觉。戴不戴眼镜都好看，都帅。谢谢，给你点个赞。你当时为什么选择《白雪一》这部剧？苏写意就是这个角色比较复杂吧，就可能目前看过的剧里面好像没有过为了复仇去接近一个人，然后这样彼此相爱。对，首先我觉得苏写意有那么一点点可爱，然后却在这种可爱的外表之下，有着一个城府很深的复仇之心。但这种复仇之心又是源于他曾经的一颗热爱。那么同样，厉泽良也是这样子的。厉泽良他也是一个在隐忍当中实行他计划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霸总，但他在前期这个霸总的身份其实只是一个名片而已。不，我觉得是在黑色的外表之下有着彩色的果仁，因为他们2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定，就是在2个正值青春年少之际的时候，2个少年其实是有一次非常美丽的邂逅。那个时候2个人都是非常纯真，非常被幸福包围的2个人。对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内核前提下，然后展开的所有的情节。所以你们觉得这部剧是甜的还是虐的？我觉得是甜的。对，其实是我觉得是甜的，是甜的。有网友说那个我已经从元帅的保时捷上车下来了，你的车呢？我的车是捷豹，好像没有保时捷好，是不是？是的，就可能他是真的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现实中有钱不帅还是没钱很帅？有钱不帅还是没钱很帅？还是有点钱比较好。小车我怎么选？看这个人跟我合不合适吧。有网友说陈潇牵过的帅哥比这辈子自己见的男人都多。啊，那可能还是你见得多，我倒也没有牵很多。那在这次塑造协议的过程中，对你来说有什么感觉？其实协议我觉得跟我本人性格还是有些差距的，真的很多事情可能在生活中根本就没有办法体会和借鉴。哎，但我觉得你演绎的真的挺好。谢谢罗老师。不是真的，你觉得可能这个角色难塑造，但是在我感受到你塑造的这个角色是很真实的，就是我感受到他就是我的苏写意，对，所以我就觉得非常好。
真的真的。两位都是这个游戏爱好者嘛，你们俩应该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吧？对，英雄联盟手游出了之后我们会玩的，肯定会玩的，对的，我们都相约好了。我们已经约好了。你们期待应该我当然期待了，UZI 永远的神哎！而且我发现我和小姐姐最开始其实增进感情的话题就是游戏。因为她跟我说她是一个网瘾少女，我说我真的好像接触过的女生很少有热爱网游的，就是不仅仅是网游吧，就是手游啊。对，但是陈潇小姐姐是一个，我就觉得哇，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增进感情的一个点。如果昨天你们3天假期，然后只有100块钱的话，点外卖。点外卖，哎，改3天假期100块。可以啊，可以啊够了呀，你一天差不多呀。实在不行就泡面呗。对，我们对生活要求很低的。啊。泡面是一模一样的，先买20桶泡面再说。哦，是吗？我又说了这个，这就是固有的思维了。那就是如果说你们心目中理想爱情，给他3个关键词或者3个关键词。陪伴、坦诚，然后依靠吧，因为我可能比较是那种依赖的，比起轰轰烈烈的那种，对。第一反应是有经济基础。没有没关系，就是我可以称作为那个出去赚钱的人，对。而且因为我理解的你说的依靠是互相的一种信任，对吧？所以我觉得我理想当中的爱情哈，第一个是要投缘，我觉得两个人一定要聊得来，就是一定要有相同的爱好，或者说是你们的世界观啊、价值观啊都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就是信任，你不仅仅是喜欢他的好处，你可能也会包容他的不足的地方。第三点的话，就是一种可能和陪伴这个词语比较像，就是一同的成长。就可能刚开始两个都是谈恋爱为主，但是在你们两个的接触过程当中，可以不断的成长，从最初的激情，然后可能会慢慢变成一种细水长流。总结一句话，精神上的陪伴。哎，那你们觉得两眼洗衣上线后第一个热搜话题会是什么？两眼血一开播，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我第一反应是我们第二天拍的那个戏叫做《水蒸气之吻》，对，我们第二天就拍吻戏。我是觉得，因为他拍的好美，他就像拍 MV 一样。那你反正我都忘了这事儿，我一直捏在手上，我都忘了。我们还有一个环节啊，那可以再努力了。等一下，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如果我演唱会唱歌的话，可以和陈晓小姐姐合唱吗？对，可以哈。你有没有喜欢的歌手？周杰伦、林俊杰。周杰伦、林俊杰、罗云熙，罗云熙算了。周杰伦哪首歌你会比较熟悉的？都行，都行。那个吧，比如说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下一句歌词是什么？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对不对？来，是的。比如说他在催你吗？哎，我不能让你成功啊！哦，是这样子的呀。就是你还不能配合我，你不能让我成功的呀。我这么明显吗？哦，是这样子的呀。好吧。机会啊，不重要去好好打来了啊！以下哪一种行为违法是科目本？就是科目题 A 使用其他车辆驾驶证 B 车速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 C 违法占用禁止车道 D 饮酒后驾驶行为。 C。好了，说 C 但是 C。C， 其他三个全是扣全分吧，应该是。秀分是什么意思？秀粉是不是？对，东北人一见面聊什么？你瞅啥？瞅你咋地？东北人一见面聊整。啊？为什么？你整点啥呀？哦，原来是个冷笑话呀。原来是个冷笑话。第4题了，台风天带多少钱才可以出门？不带钱。也是个脑筋急转弯，我有点 get 到你们的那个点了。我在想，台风天带多少钱出门？千万级的。哎，他们都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是4000万？因为每次千万不要出。哦。其实这道题可以用到很多地方，你不仅仅是台风，你可能很多天气你都可以这样子。皇上的衣服湿了，为什么不烧毁？太监啥？镇有主，差不多。皇上。哦。对吗？一样的嘛。斗棋大跳你答对了，好，再学一个啊。藏语，嘎拉索是什么？他们的口语。你们答对了。更年是什么？青藏高原。那你对了，因为嘎拉索那就是青藏。哦。Hello, it's me. 那我们最后那算罗老师说了。好，算我说哦。所以你的隐藏任务是？我的隐藏任务是，你完成请你了吗？没有啊？没有，我也没完成。那请罗老师给两眼写意，就是一段美好的祝福吧。好的，两眼写意一定会给大家一段非常奇妙的商战、爱情、悬疑各种各样的体验。
那么如果你喜欢这些体验，一定要关注咱们在腾讯视频播出的良言协议。然后我也祝愿良言协议可以大热大爆，然后大家喜欢剧中的每一个角色，一定会的。良言协议会火。对的，你看罗老师立了一个 flag， 我顺便把我的这个这个完成。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哦，酷的酷的，好嘞，哦，真的啊。最后给我们节目打个板就好了。好的，特别一点，特别一点。那就是良言协议，良言协议会火，这样好不好？他想给你击掌，他给你喊出来。好，好，来2、3、2、1，良言协议会火。好的，所以我的隐藏任务还是没有完成。所以那隐藏任务到底是啥呀？天青色等烟雨。下面一个完成了。什么呀？哦，那你就唱，别唱那个，唱完这一整句嘛，因为我确实也不知道下一句是什么。好吧，你给我留半句。好吧，你说你周杰伦的歌，我就想了一首《青花瓷》。它好明显，等一下。等一下。我们